当我们谈到夏天，你脑海中浮现的会是什么画面呢？也许是阳光、沙滩、冰镇饮料，对吗？但最近这段日子，当我走在路上，我感受到的却不是那种舒服的温暖，而是一种几乎令人窒息的炙热。新闻里、广播中，大家都在谈论着一个词：极端高温。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夏天吗？天气热一点，开冷气，多喝水就好了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一个远比表面上的炎热更加深远、更加令人不安的真相。这不只是一场热浪，这是一场正在席卷全球，并且将在未来3个月内深刻改写你我餐桌与荷包的经济风暴。我们观察到，在各大社群平台上，大家最热衷讨论的已经不是气温飙高背后的科学原理了，人们关心的是为什么家里的电费账单像坐了火箭一样，咻一下就冲上云霄？为什么去超市买个菜，结账时会觉得自己的钱包好像被谁偷走了大半？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我们在分析报告中发现的核心问题：圣婴现象引发的隐形通膨。你可能会说，圣婴现象那是什么？它跟我的超市账单有什么关系？别急，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为你揭开这个看似遥远却又近在咫尺的谜团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。圣婴现象英文叫做 El Niño， 它其实是地球上一个非常庞大的气候模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太平洋赤道附近的海水周期性的出现了不寻常的暖化。想象一下，在太平洋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暖气片，它会把海水加热，然后这些热水又会像涟漪一样影响到全球的洋流和气流。这种变化会导致一些地区出现异常的高温、干旱，而另一些地区则会降下倾盆大雨，引发洪水。它就像地球的脾气，一旦发作就会搅乱整个星球的气候循环，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。这并非新鲜事，它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。但这一次，也就是我们预见的2026年，它被科学家们预测将会是史上最强等级。你没有听错，史上最强。它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剧烈影响。当前的时空背景是北半球刚踏入炎热的6月，原本就应该热，但现在却是极端热。如果你有在关心相关新闻，你会发现近期新闻报道都在说，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稻米和咖啡产量正在大幅减少。稻米对亚洲人来说简直就是生命线。地球上有1半以上的人口是以稻米为主食的，而东南亚和南亚正是全球最大的稻米供应地。当这些地区因为圣婴现象带来的持续干旱，导致水稻无法正常生长，收成大减，而稻米减产，意味着供给变少，但需求并没有减少，甚至可能因为人口增长而增加，这就会直接推高国际米价，你的饭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受到冲击。再来看看咖啡，很多人每天早上需要一杯香醇的咖啡才能开启一天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咖啡豆的种植对气候条件非常敏感。圣婴现象带来的极端天气，不论是过于干旱还是过于潮湿，都会严重影响咖啡豆的产量和品质。当越南、印尼、巴西这些主要咖啡生产国面临气候挑战时，全球的咖啡价格自然也会跟着水涨船高，你的那一杯拿铁或许就不再那么理所当然了。而这就是我们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大家讨论最激烈、情绪最激动的点：隐形通膨。什么是通膨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当你发现同样的钱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时，这就是通膨正在发生。它会让你的钱的购买力下降。而圣婴现象引发的这种通膨，通常是因为极端气候导致农产品供应链受到冲击，商品生产成本上升，所以又被称为成本推动型通膨。记得在2023年，印度为了应对国内可能的粮食危机，突然宣布禁止非巴斯马蒂白米的出口。这个决定一出，全球的米价立刻飙升。在美国的亚洲超市里，米价涨了3倍。非洲、中东许多依赖印度大米的国家更是陷入恐慌。这不是什么遥远的经济理论，这是活生生发生在你我身边，甚至是全球各地餐桌上的真实故事。这就是一个国家为了自身粮食安全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，但它却能像蝴蝶效应一样，在短时间内引起全球性的价格动荡，直接影响数十亿人的生活。除了粮食，圣婴现象也将引爆另一场能源危机。当气温持续飙高，家家户户、企业工厂冷气自然是开到最大，这导致电力需求瞬间暴增。而与此同时，许多依赖水力发电的国家可能因为圣婴现象带来的干旱，导致水库水位下降，水力发电量大减。水力发电是一种利用水流动的能量来产生电力的清洁能源。当水流减少，水力发电厂就无法充分运作，导致电力供应不足。为了补足电力缺口，这些国家就不得不转向燃煤、燃气等化石燃料，这会导致化石燃料的需求量大增，价格也随之攀升。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，天气越热，用电越多，
水力越少，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就越高，化石燃料价格越高，你的电费账单就越吓人。这条看不见的巨龙正盘旋在我们的头顶，准备吞噬我们的财富。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如此迅速？这其实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、全球供应链的反应时间以及市场的投机心理息息相关。当产量预期下降的消息传出，市场上的交易者就会开始囤积，进一步推高价格。而农产品从种植到收成，再到运送到消费者手中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因此，气候变化对供应的影响往往在几个月后才开始显现，并且会因为库存耗尽而加速。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圣婴现象已经开始发威，但它的深远影响却会像海啸一样，在未来3个月内真正的拍打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岸边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提一位伟大的科学家，他的工作帮助我们理解了圣婴现象的规律，那就是英国气象学家吉尔伯特·沃克爵士。在20世纪初期，当他在印度担任气象局长时，他发现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气压摆动，他称之为南方涛动。南方涛动是指热带太平洋地区东西两侧气压呈现反向变动的现象，当一侧气压高，另一侧就低。这种气压的跷跷板效应正是驱动圣婴现象和反圣婴现象的根本力量。沃克爵士透过他超凡的观察力和数据分析能力，揭示了这种跨越半个地球的气候模式，为后来科学家们理解圣婴现象和全球气候的相互作用奠定了基石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看似随机的天气变化背后，其实有着深刻的科学规律。所以，面对这样一个史上最强的圣婴风暴，它不只是新闻头条，更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。我们不能只是抱怨天气热、物价高，我们必须学会理解它，应对它。那么，我们个人能做些什么呢？首先是财富的守护。面对隐形通膨，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更清晰的认识，审视我们的消费习惯，建立起足够的应急储备金，甚至可以考虑一些能够对抗通膨的资产配置。这或许是重新思考你的投资组合，将一部分资金配置到抗通膨的资产，以分散风险。其次是粮食的认知，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饮食来源，多关注本地的农产品供应，支持本地农民，因为本地供应链相对更稳定，受全球气候事件的影响可能较小。甚至如果你有条件，可以考虑学习一些基本的居家种植知识，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阳台菜园，也能让你对食物的来源有更深的连结和掌控。这不只是一场关于气候的灾难，更是一场关于生存与财富转移的考验。那些能够提早理解、提早布局的人，或许就能在这场风暴中找到新的机会，甚至转危为安。2026年的圣婴现象，它强大到足以改变我们的地球面貌，也强大到足以撼动我们的经济生活。它正在用最直接的方式提醒我们，地球的脉动与我们的钱包和餐桌是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。我们无法改变自然的力量，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应对的方式。理解这一切，就是我们在这场变局中最重要的第一步。科技的浪潮是不会停止的。这期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想在这个疯狂的时代提早布局，现在就订阅频道，我们下一期影片见。